Where's my ID? Oh, okay. Have you made any reservation? Yeah, on my name. Okay, let me check. 小沈，尽快把10层跟15层刚推掉的房间打扫出来，立刻马上。朱经理，我们有时候也想指定楼层打扫房间，可是都被驳回。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不过被驳回肯定有它的原因。客房清卫工作很繁杂，不同区块也没有关联，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错。再加上工作量大，确实也很辛苦。一到下午，大脑一片空白，更容易出错。所以我一直要求他们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做，只要每一步都按照程序，时间久了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即使不用脑子，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错误。所以你们以后最好不要轻易打乱他们的工作程序。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互帮互助。您这边已经登记完毕了啊，谢谢。Can I get you to sign this file for me, please? Just right here. This one's already signed.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生儿子还不生块叉烧？来，麻烦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掐秒表？ 客房打扫需要掐秒表，我已经习惯了。我也想看看前台结账和接待走完流程需要多长时间。两者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啊！前台经常会被客人拽着问东问西，消耗时间。哎，行吧，行吧，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只要是对你熟悉前台工作有帮助就行。你说的也对，前台毕竟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变量太多了。 你这种工作态度吧，是真的够较真儿的。前厅的人都希望啊，你在前台蹲过之后，能够对他们手下留情。不都说吗？伤你最深的人，就是最了解你的人。房务部严厉点也挺好的，可以起到把关的作用，也能够约束一下前厅，至少免得他们这帮人由着自己的性子放飞。前台那几个人的交那是出了名的呀。 啊，对了，房务部主管的培训，你看到效果了吗？他们几个在学英语呢，天天叫苦连天的。那你帮我紧盯着他们啊！我特别期待的，你能够融会贯通这2个部门的工作，就好比习武之人能够打通任督二脉。你给我把客房的工作干出花来，我对你特别的有信心。就怕我打通了任督二脉，空有一身内力，武功却没有更上一层楼啊！ 你看，你就忘了我以前说的吧，我不会浪费任何一个人才。如果你真的打通了任督二脉，我向你保证，你一定会在其他方面更上一层楼。那我先谢谢大师兄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有事的话你随时招呼。嗯。 金叔，刚开完会就把他喊过来，会不会打扰他工作啊？会是肯定会，但是小鱼啊，可是我们公司骨干当中的骨干啊。金总，小鱼到了。哟，来，小鱼。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哎，小马你应该认识的。认识。认识。这2位是小马的父母。叔叔阿姨好。我可以不夸张地说，我是看着小马长大的。这是一家特别好的人，以后有机会多跟小马接触接触。马向东，真羡慕你们家，不像我们家就很拿不出手。我爸蹲在看守所等判刑，恐怕等出来以后啊，就更得破罐子破摔。去年不就骗了一些野路子自媒体到公司来曝光我，所以一般我不敢去朋友家走动，免得被我爸顺藤摸瓜给赖上，跑也跑不掉。马向东，真不是不拿你当朋友。你可真不容易啊！没办法，自家亲爹，含泪也得孝敬下去。金总，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回去干活了。那你先忙去吧。叔叔阿姨再见，马向东拜拜。不好意思，都怪我。你说我都忘了他还有一个那样的爸呢。你说这儿子，你怎么能看上这种人呢？妈，人家非常好的。爸，他爸是他爸，他是他呀。行了，死心吧。哎，金总真给你做媒去了？不知道，这一家3口这么过来，还能去干嘛呀？我装傻，没让金总把话说出来，就断了他们的念想，免得以后见面了尴尬。你怎么断的？我爸一出，谁与争锋？我还问他们家里有没有女儿，我说办公室还有2兄弟在打光棍呢。有吗？有是有，但你够不着。现在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手里捏着几个钱就可以对子女的婚恋指手画脚了吗？你们竟然还附和的！你有本事不去想那几个钱，以后也争口气，谢绝他们帮你带孩子，你行吗？我可以理直气壮谢绝他们指手画脚。当然了，既当又立也行。我也可以。搬砖搬砖。今晚有个理财讲座，可否闪光一起去听啊？好啊。好，等你下班我去接你。哎，张姐，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妹妹她现在这个头发跟怒发冲冠似的，那除了缺钙以外，还有什么原因？我已经给她吃了很多钙片了。我跟你说，你除了补钙，你还得考虑啊，身体能把这补进去的钙给吸收掉。那就是晒太阳。但是我们家保姆特别不喜欢让她见风见光。哟，那一般都是晒太阳啊。其实晒太阳没什么的呀，你只要做好防护啊什么的，给她戴帽子啊。今天下班怎么这么积极？哎呀，赶着回家看我妹呢。现在这小家伙一天一个样，可可爱了，能趴着头都能做小表情。我跟你说，都一样。等到孩子他晚上哭闹的时候啊，就瞬间变成小魔鬼了。我真是理解不能，你居然会变成晒娃狂魔。好吧，拯救地球的事儿就交给他们了。那可不行，拯救地球这种事儿还是咱们老帮菜来。等把地球收拾服帖了，再把孩子们放出来。必须是，怎么舍得让孩子出去打天下呀？想都不要想。来了来了。于小姐，其实没有什么理财入门讲座，我就是单纯的想请你吃个饭。哎，那个，不是说吃饭吗？走啊。哦。
桃花还挺旺。什么意思啊？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桃花？我们公司的金总跟你和马向东是邻居啊。是啊，你们金总和马向东他们住在一个宿舍区里头，我呢住在那条街的另一侧。所以说，你口中的另一朵桃花是金总。是个老桃花。马向东啊，他们来了一家子，但都被我给吓跑了。我告诉他们一家人，我爸暴力犯罪入狱，刑满后会赖上我。金总被我提醒才想起我爸的身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饭就不吃了吧，麻烦找个地铁站把我放下。不是这年头，拒绝男性的追求到底蕴含着多大风险啊？让你可劲儿自黑，你是逗我呢，还是说的实话呀？谁自黑都不会诅咒自家亲爹坐牢吧？真的，故意伤害罪，而且是致人重伤的那种。吓到您了吧？啊，确实吓到了。我就在想啊，这个东西，它遗传吗？你心还真大呢。吃个饭，你再把命吃没了。哎。来一份龙井虾仁。好的，你看看。炒青蚕豆。哦。荠菜馄饨，香椿炒鸡蛋。我的龙井虾仁不要了，春天嘛，应该吃时令菜。听你的。这么好说话呀？对了，紫藤菜饼不错，来2个。白切鹅，再加一个糖醋熏鱼，够了。啊，好的，请稍等。其他的我都能理解，春天的时令蔬菜嘛。可是这鹅肉和熏鱼是怎么回事？清明鹅呀，也是时令菜啊。当然了，至于这熏鱼啊，是这个餐厅的特色，也是为什么我带你来这儿吃的原因。清明鹅的说法。开春以后，这时候的青草要比其他树木先抽芽长叶，因此这个时候的鹅食青草以后长得特别肥嫩。在饲料喂养的今天，这个理由可不够充足，明显是有其他原因吧？果然是搞科研的，什么都喜欢刨根问底。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就你这性格，为什么连你父亲到底是过失伤人，还是蓄意伤人都搞不清楚啊？你那么想了解吗？我当然得了解啊。这么重要的事儿，当然应该提前了解清楚，好日后做计划呀。了解不了解都是一样的，不管我爸是故意还是过失，即使是最短的刑期等人放出来，也不过是一只咬不动肉的没牙老虎，再有凶行又如何啊？毕竟年纪摆在那儿呢。有道理啊。我怎么没想到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刚刚啊，都帮你去查技术移民的条例了。至于吗？怎么不至于？逃跑路线我都想好了。哎，你说到移民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到我有几个大学同学也在国外留学，每天呢都在微信群里看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还是国内好玩，尤其是我大学来了上海之后，就更不想离开了。没错，我也爱上海。就你说的这个过程呢，我也经历过，因为那时候我也在留学嘛，身边的人基本都是想留在那边的。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我塌下心来问了一下自己，到底喜欢你哪边？后来我的答案是上海。再加上现在国内环境那么好，我就毅然决然地回来了。那时候我爸妈还以为我脑子瓦特了，根本不理解我。其实我也挺不理解我自己的。你说
我也没空净往这外滩陆家嘴跑，每天只不过是上下班坐个地铁，沿路的时候遇到好玩的店进去扫一扫。我跟你说啊，年初我打算奖励自己一个包，至今还没去逛过店。所以按理说在不在上海没什么区别，但我就是想留在上海。没错，这一点我跟你一样。我高兴，我乐意。干杯！干一杯。你这么晚下班？我真是过来碰运气的，没想到你真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我们家绵绵有多大魔力。我每天下班准时回家，但是准时下班其实非常浪费时间。比如说你等电梯的就多等几分钟，挤地铁也是。可是呢，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是活捉一只晒妹狂魔吗？原来姐姐也能成狂魔呀！她太可爱了，那小嘴翘翘圆圆，还能跑跑。我有一些关于管理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你，能给我10分钟吗？行，那去你那儿吧。我对着我们家绵绵脑子短路。我这不是在前台实习吗？他们只看到我纠结于前台接待怎么安排房间，但其实我最注重的是2点：营收和利润。朱姐目光如炬，那再加上一个人事调度。对。然后我发现，在考核上并没有体现出对营收和利润的注重。一个接待，一边是如果惹毛客人，客人投诉几句，他就会被扣奖金；一边呢是掌握折扣额度，范围内怎么给折扣都不影响他的考核。那为了工作轻松又保险，他们肯定倾向于多多给折扣。胡乱安排房间，怕客人投诉，就又轻易的换房间。这样呢，就大大增加了清位的成本。但是我发现，对于接待的考核，并没有涉及到这方面错误的计较，所以就导致前台接待们没有深入了解客房安排的动力。所以就有政策导向这一个词。你是想问我这种考核该不该设立？如何考核，如何量化？哎，我又一次意识到我跟科班出身的人的差距了。没有啦，这种小道理比不上你按部就班，在工作中发现瑕疵的慧眼。不过话说回来，你们酒店集团也不算小，正宗管理人才也很多，那这种考核一定会有的。那你说，他们现在忽视了我提出的这2个问题，会不会是因为管理层偷懒，故意简化了考核制度？部门领导胆这么肥呢？那王总监就要背这个锅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他做的。这个王总监呢，很聪明，一点就通，但是就是不会脚踏实地。不过能偷懒偷这么多年，还当上了总监，那也是他的本事。也是。看你心不在焉，行了，放你回去帮绵绵吧。好嘞。哎，还有啊，露西，友情提醒啊，工作场合少晒娃，即使晒娃呢，也管理一下表情，算职业形象。我啊，没有很夸张啊。刚刚在你们家门口，挺夸张的。没有吧？而且我在公司。不过呢，如果你遇到宝妈，倒是有个共同话题。唉，我现在是能够想象到当年我看这些晒娃狂魔是什么心情了。谢谢朱姐提醒，我谢谢你。走了，拜拜，拜拜。你们就是和金东、马强东他们同一街区拆迁之后，是不是又住到一起了？对，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小区，但是我爸妈不是在银行工作嘛，他们更早的理解到了按揭的意义，所以就把2个拆迁房给卖了，然后付了2套房子的首付。当时是想1套住，另1套呢给我结婚的时候用。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
那另一套房子能捂到现在？啊，那怎么可能啊？一套大的，一套小的，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爸妈工作的2个银行就分别上市了，然后他们就套现了股票，套完股票以后就买了现在这套最大的，然后把那套小的卖掉了，后来又赶在了限购之前买了地铁的那个小户型，然后租出去。你们一家人理财水平真高，真是步步财赚。像马向东他们家也挺舒服的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都住在一个小区，然后拆迁的时候分到了3套房子，啊，这3套也在一个小区。像这样的话，等老人去世之后，2套租出去，这小日子过得不也挺滋润的吗？你该不会是打算忽悠他们卖掉1套房，拿去你银行买理财吧？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这么坑我的小伙伴呢？不过京沪的房子啊，本来就是资产，而且是优质资产，握在手里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你承认个错误。其实我不是什么客户经理，我当时湖州就是为了懒得解释，我是风险管理部的。啊，挺高大上的。其实，在我眼里啊，你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才是最高大上的。他们靠房子赚钱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就是踩准了时代的红利而已。中国呢有这么几次造富浪潮，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下海经商，第2次是2000年前后的房地产，第3次就是计算机、互联网、电子商务，而马上迎来的就是第4次，核心制造业和高科技的崛起。所以说，在我眼里，我看你都是发光的。况且你还是个女工程师，我采访一下你啊，当初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家的会去学理工科呀？我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男生多，女生少。打扰了。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今天很开心。招待不周啊，等下次真的有讲座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路上注意安全啊，拜拜。拜拜。哎。李初慧，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金总说的吧？说吧，什么事儿？咱们找个咖啡厅坐坐。不用了，我回去还有事儿，就在这儿说吧。我是来跟你道歉的，白天的事情是我唐突了。是你叫你爸妈来的？啊，绝对不是，是他们自己想来的。那你干嘛替他们道歉啊？就为了这事儿？那你多虑了，我没在意。走了。我不在意。你家里的事情我不在意，包括我爸妈在内，所有人都跟我说，结婚恋爱不只是2个人的事情，更是2个家庭的事情。但我不认同。我觉得，只要2个人能处得来，所有困难都可以克服的。所以我不在乎。抱歉，我没有嘲笑，或者是别的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有些突然。不突然，我想了整整1下午。难为你了啊。所以，你愿意跟我试一试吗？不愿意。首先，我谢谢你的不嫌弃。白天的时候是我误会你了。我承认对你进行了付费，我向你道歉。但是感情一定不是施舍，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尤其是另一半的。我没有怜悯。你听我把话说完。
不管你有没有怜悯，不管你能不能够接受，你父母一定是接受不了的，对吧？所以，未来我一定不会冒着受公婆气的风险去尝试一段感情，这是我不愿意接受的原因之一。第二，你刚才说绝不赞同你父母信奉的婚恋是两个家庭的事儿，这个观点很抱歉，我站你爸妈，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完全不考虑对方家庭的结合，一定是不负责任的结合。第三，我先声明啊，完全没有恶意和贬义，你很好，各方面条件也算不错，但是抱歉，我对你完全不来电，你也完全不是我的菜。这是两个人能否尝试相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条件吧。所以抱歉，今天我是为了不让你我尴尬，不让金总尴尬，更是不让你父母尴尬，才直言相告的。刚才3个理由句句肺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好了，该说的都说了，我得回去了，舍友等着我谈事儿，不用送。珍珍，哼，有桃花呀？怎么看出来的？双颊2团高原红，眼睛贼亮。啊，一世英名。怎么了？英雄气短。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没有自信。谁呀？刘苏。刘苏？上海土著，银行风险管理部职员，爸妈也都是银行职员，目前在上海有大小3套房，长得没戴维帅。比 David 帅的只有男明星。但是人家刘素优雅、风趣、体贴，还聪明。她全身从头发到衣服，甚至每一处毛孔都无处不妥帖。再加上她这个人牙齿还整整齐齐的雪白，点的菜更是讲究。我第一次觉得有点自惭形秽。自惭形秽个锤锤噻！锤锤噻，锤锤噻！阿初啊，你看看你啊，聪明直率，最近呢又近朱者赤，学会了日行一善。不要假公济私，吹捧自荐，锤锤噻！真的啊，哎，而且你现在你看你啊，还是技术骨干了。虽然呢，你很不自信的觉得那项成果是侥幸。但是为什么别人发现不了那个灵感呢？是因为你有知识积累锤锤出来的眼光呀。为什么你能够把这个灵感落到实处，转化为产品呢？是因为你有这些年工作攒下来的实践能力。所以你不是侥幸，你就是能。可是你看我一嘴牙，什么叫犬牙交错？我这就是，你看里边还有一颗蛀牙呢。你不信的话，你就看看你自己的，是不是从小到大你的牙齿又是无孔封闭，又是正畸？都说生活经历刻在牙上。刚才我跟刘素面对面坐，我都不好意思露齿。那个刘素是不是龅牙呀？啊，他那2排大板牙是不是特别显眼，让你每次约会都看到他的牙呀？不是爱呀你！不是，人家的穿着也好看，虽然他穿的吧看起来不灵不灵，但是我就觉得无比熨帖。你再看看我这个中跟皮鞋吧，穿了这么多年，鞋头都快踢掉皮了，而且好几天没擦鞋油。还有这毛衣就更不用说了，这线头啊，阿叔，啊，别妄自菲薄啊！哎，以前那个天生丽质的励志姐呢，你怎么跟她吃个饭就吃的蔫头大脑的？这不行啊！干嘛？干嘛？你的牙好整齐啊！你磨上了。
哎呀，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对劲儿，可是我就是不由自主的。你想想啊，咱俩认识这1年，追我的都是些谁呀？可即便是那帮人，最终都会嫌弃我。那刘素他凭什么？我怎么吓都没法把他吓走，这完全就是讲不通理由。所以你说，刘素会不会是来设计我的，替马向东捞回场子？还是我跟你说说你这1年来的变化。你最初在公司混日子，靠巴结那些校友，混个薪水好的花瓶位置。然后呢，你一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彷徨烦躁，又加上了你家拖你后腿，你看你一张脸从南瓜子瘦成了葵花籽。但现在你不一样了啊，有了成就，成就做出来了，未来呢也有了明确的方向，然后你还有把握解决好家里的问题，再加上你本质又美又娇，这么牛的女孩子谁敢嫌弃啊？要我说，那个刘素呀，就是眼光好，脑子灵，趁你现在人转型，心还没跟上的时期呢，先逢低吸纳。可是我吧，你跟刘素，你们是一类人，从小家境优越，所以你说半天都不会说一句门当户对，因为你们完全不用考虑。可是我得考虑啊，我家零资产，哦，负资产。谁说你负资产？可我直到今天才不大确定的觉得，未来我能负担得起我妈妈的生活。关于我爸七老八十放出来，我也付得起他在乡下住养老院的费用。可这一切还仅仅只是空中楼阁，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未来事业能够顺利发展的前提下。但刘素呢，他是有稳定的上海3套房。阿初，你就是你的资产，无价。我跟你说，再骂不起你，我就要跟你上武力了啊！锤锤啊！可我现在就是觉得我在刘素面前特别糙。你要是觉得辛苦，他有压力的话，那我们就不见那个刘素，不跟他吃饭。不行，我是勇攀高峰的励志姐。哎呦，你干活的时候怎么不勇攀高峰呀？那能一样吗？干活是正经事儿，正经事要做了不说，更要做了少说，好吧？好了，我过来。小何，我下班了。拜拜。拜拜。拜拜。老板，我先下班了。哎，好，明天见。拜拜。小何，我先走了。拜拜。老板，我先走啦。哎，今天表现不错哦，明天加油，点击666哦。好的，拜拜。拜拜。厉害啊！哎，你站住！你回来。老板，有什么事吗？哎，你不能走啊！小鲜肉那篇小短文，你交给我了吧？我已经给你交了17000字了，你现在让我交第2篇，我都没精力写了，我大脑已经不是我的了。哎呦，你今天写了17000啊？我今天写了2万多呀，安居乐也写2万多，古灵精怪写了3万多，你知道吗？你们怎么写的？小何啊，你用电脑多久了？你不会不知道这个功能吧？啊，这个 Ctrl+C，Ctrl+V。你这是抄袭啊！哎，讲话怎么这么难听的了？什么叫抄袭啊？小何同学，这有的文章那只是为了定期发布的养号文章呀，有标题有内容，好了呀，对吧？但是有的文章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那是为了引导社会的舆论，一定要言之有物啊，要原创，天下文章大抄，懂吗？哎呀，对待前者，我们只要在标明出处的前提下啊 ，Ctrl+C 复制 ，Ctrl+V 粘贴，搞定了。然后在尾巴上加一个短而精的评论。啊，当然了，对待这个后者，我们一定要认真。我甚至可以给你1天的时间去搜集材料，1天。
就写1瓶，明白了？明白了。那还不去写呀？去啊！小何，我先走了，拜拜。老板明目张胆建议我抄袭，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我非常反感。可如果不听老板的，我一天交不出那么多字，像今天一样完不成工作，恐怕不用几天，老板就得请我走人。然后我又要问爸妈伸手要钱，我该怎么办呀？我需要违背我一贯的做人理念吗？漂泊是否会有尽头？始终支撑我的是那匆忙的人，向往的城，洒脱的奋不顾身，倔强不会让人轻易安疼。可我该如何安稳，如何完整，如何去爱一个人？这也是最难回答的提问。你在这一直等着我呢？啊，接到你电话就觉得你不正常，大晚上过来找我，一定有大事啊！我在公司里面坐立不安，觉得我还是得过来跟你聊聊。什么事儿？来。哎呀，我在电脑面前坐了1晚上了，站会儿。怎么了？所以昨天晚上你妈妈真的在上海？这下是真的狼来了。那这么说，她真的是去了你以前的小区，然后还在我这儿附近出了车祸？就这车祸，我现在有2种解读。第一种，她不是简单的从你家楼下经过，而是她想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不知道做没做，最后不小心发生了这个车祸。我就想问她，她要来找你干什么呢？没完没了。你别问了，收回你的好奇心吧。我们不上当啊，说不定你妈正等着你撞上网去，方便她又可以把你攥在手心里呢。行，我妈我算是领教了。以前我只是以为她爱的不得法，而现在，我竟然有了更可怕的第2种解读。被撞的那辆车，车牌号竟然也是我老家的。我一开始以为我妈拿着老家的车祸照片糊弄我，而我现在却更情愿相信她找了一个人来你小区停车场策划了这起车祸。苦肉计只推陈出新。我都不敢往深了想。如果昨天晚上他一说，我就直接赶去车祸现场，你要是不在实验室，你肯定也会过去。在现场脑子都不清楚，心一软头一热，你说我们会干出什么？那是不是他什么无理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这不就跟我爸警告我的一模一样？好了。早上我妈给我发事故判定书，我一急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我想道歉，各种割地赔款，可等我回过神来，
我才意识到，这事我越想越不对，然后我就一头清醒，幸好他没接那电话。而另一头，我有良心发现，我觉得我又不该清醒。反正我整早上我人就属于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难怪睡不好。好了。吃个你最喜欢吃的车厘子，吃饱了就什么都不想了。来，没心情。哦，没心情，行。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惹不起还躲得起。哎，你可别学你爸啊，跟你妈对着半辈子，结果呢，憋出个两败俱伤的大招。有心情吗？曾经多少迷茫换来付出的回响，融进夕阳，朝夕相向，对温柔的依赖，慢慢的清醒，渴望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很像彼此相望，彼此难忘，眼里的泪感激而会笑得很美，每一滴泪似是而非日子的回馈，风雨彼此结尾，星空彼此相陪，眼里的泪深情而会笑得很美，每一滴泪似是而非日子的回馈，不求多么完美，只愿无愧，说好的幸福结尾，慢慢的清醒，渴望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很像彼此相望，彼此难忘，眼里的泪感激而会笑得很美，每一滴泪似是而非日子的回馈，风雨彼此结尾，星空彼此相陪，眼里的泪深情而会笑得很美，每一滴泪似是而非日子的回馈，不求多么完美，只愿无愧，说好的幸福结尾。